新疆呀。你昨天几点睡的？3点睡到5点，睡不着了。你真没睡啊？睡啦，3点睡到5点不是睡吗？你知道我昨天晚上做了一晚上梦。我也做一晚上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我昨晚上梦复杂到我自己都解释不清楚。梦到彼此了？我连续做了好多。我是做了一晚上连续的梦。你要很累的话，我就拿那个胶囊给你。小意思啦。别这样。哎，这时候再困也是开心的，都不困了。心疼。哇哦。心疼。你很有杀意。我不要你的心疼。脱胎换骨啊！昨晚太晚了就没找你，我就只能看着你那个啊！咱们复盘一下，要不然还是悬而未决。来嘛。什么东西啊？所以你昨天想了之后的结果是什么呢？昨天他们干嘛了？那你之前那个异地是3年是怎么处理的？我每周去找啊，我去花更多我的时间去让2个人在一起时间更多嘛。异地其实要面临的问题和难度是加倍的嘛。哦，确实，就是异地的这个问题啊，还挺大的这个问题。就是你愿意，花多少时间，花多少精力，然后去碰也好，去跟对方磨合也好，对吧？那你会接受对方的磨合吗？会啊。这个是看你的心境以及对方的态度。可能有些人他并不一定能接受你的磨合呢，可能有些人他就是磨不明白呢，这种情况都会有。你以前应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。没有异地过。你是读2年，读3年？3年。你3年，你还有3年时间。所以你现在还是可以接受异地的。他想要一个答案。怎么说呢？因为我也很久没有异地过，但是我知道异地的滋味。因为你没有进入到对方真实的生活中，很多东西你还是会把你想象的一些东西放到这段感情里。那实际上各自怎么样，那其实也就只有自己知道，他磨得怎么样。哦。所以你还是不能接受，是这个意思吗？他还是在意这个答案。我不是说能不能接受异地这件事情，因为其实你单拎这件事情，它太空了。我即使说我现在能接受，但是未来发生的事情我们都不知道。我的意思是，就是这个阶段结束之后，你能不能接受？那就只能看磨合的情况了。没有听到他想要的答案。我其实不希望你内耗，而且我也不希望你因为这种去否认某些东西。那我只能说，我也会尽力的去做，但是具体做成什么样，那我只能是凭良心。对。还是有可能的，是吗？他还是想要。对啊。哎呀，该怎么办呢？我也是想就是确认乐晨，能不能接受异地恋。然后乐晨的态度就是要磨合。但是你知道这个有可能我知道你不能保证。
不是说我不能保证，我是说，我也不希望你作为这个角色，再次感受到你之前的痛苦。但是你在考虑的时候，你可以只考虑你的想法，你可以不用考虑我。我很难。你很什么？我很难做到这个。那你是还需要再多一点时间思考，还是说你已经有答案了？俩小人在掐架呢，你让我待会儿。一会儿下车我得一个人再待会儿。你的小人斗争的怎么样？辛苦你了。辛苦，命苦。王乐晨，勇敢一下就这么困难吗？对你来说？不困难，难的是怎么接受它。你是不信我还是不信你？我们俩最大的分歧居然是这个。我还没给他理由。翻这是吧？都满车。其实我现在的想法就是，如果你担心的点，比如说异地，在我看来可能也不是说完全3年就怎么样了。我的意思是，你的这些行为做法，我就是不管这段关系是怎么样，结果是怎么样，过程是怎么样，我希望你一直对你自己一定要负责，你做的事情一定是要遵从你自己内心的选择，我不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，也不要做任何因为某件事情而有一点点委曲求全的这种行为，我都不希望你。这是我的选择，这都是我选择要带来的一些我要承受的东西。所以你在考虑的时候，可以不用考虑我的心情是怎么样的。我当然要考虑，怎么能不考虑？那你就再考虑一点，不要考虑的。不可能咪咪的考虑，因为对于我来说，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对我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事情。我昨天晚上一直想到今天，就是咱们先放平这个心态，然后
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要线下的时候，或者说结束之后，我们再真的去了解。其实对于你来说，你可能对于我的了解，我只能说现在可能只有20%、20-30%，对，20-30%。其实我也是一个，我不希望我的任何一段关系是完全没有了解到对方，然后就轻易开始那种。而且我觉得在完全没有了解到对方之后就轻易展开的一段关系，是对双方的极其不负责任。所以我一直没有开始。因为我比较希望的是那种双方在了解完之后比较专注的、比较专一的经营一段关系。我不希望很草率的开始。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点是，真的要认真考虑的话，我是真的觉得小屋里的这些过往经历，我觉得气高了。不能高开低走是吧？对呀，因为确实会带来很大的落差。但是我之前可能担心的是，你不愿意在结束之后再相处是吗？那不是，那我好像完全没有表达这个意思吧？我昨天理解就是这个意思啊，没有，那可能是我表达有误。也确实，也可能是因为昨天你是抱着那个问题来问的我这些答案嘛。那你就是没有 get 到我的什么意思。道歉，对不起，我再给你磕一个。行了，开心了啊！我以为你理解了。没有啊，聊开了就好了。哇，今天天气比昨天更好，多亏了你的好心情啊！还得是说通了，要不然一直憋到晚上，我确实随时呼风唤雨。吓死了，吓死了！就是突然在旅途中出现了一个小插曲，就是异地的这个问题啊。我觉得这样讲出来很好呀，因为这是一个必须会在两个人感情里面要面对的事情和问题。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旅行试炼，才给了两个人一个可以私下相处，并且把这个问题摆在桌面上解决的这样的一个空间。我听下来刚才这段沟通，可能一开始卢远去问你能不能接受异地恋，而这个乐晨给不出一个确定答复的时候，卢远会把它理解成这是一个注定不可能的事情的。但是就像刚刚这段，其实卢远理解到乐晨的意思是想在这个小屋结束以后，根据我们两个人的相处再来决定。而且我觉得他俩因为有年纪差，真的是在不同的人生阶段。因为一个要上班，然后一个是要去北京读研，所以他问的问题和关注点也不一样。圆圆就想确认，但是乐晨可能就是基于他现实的一些考虑吧，会说要磨合，看现实的情况。这确实就是其实异地恋真的是需要计划进行的，可能不像他们这次试炼旅行啊，说走就走了。你比方说大概有一个 plan， 每一个月见一次，见多长时间，在哪里，再怎么样，这个是真的是需要计划和沟通。对，我认同你说的，就是在这个试炼中，我们看到了从心动到承诺的距离。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始于心动，但是都要经过一个过程，最后才能说承诺确定彼此就是那个人。那以前这个过程我们是看不到的，但这次因为这个试炼我们看到了，提前拿出来讨论了。因为小屋那种纯恋爱的环境，一般可能不太涉及这个，可能一般都是什么价值观啊，可能你喜欢什么样的恋，还拘泥在就是恋爱这个语境下，但他这个其实是现实生活吧，聚焦到现实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。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嘛。坐车吗？载我一程。走，那你飙一圈，我明天可以开看一圈。可以。你，你给他最好给他拉什么，可能会有点快。王破海啊！哇，你这说，等一下我拉紧一点。你绑紧，万一翻了。那我逃也逃不出去。你就是逃不出去，逃不出他的手掌。
王乐成，我讨厌你。哎呀，讨厌我。等一下，往哪开啊？这边绕一下。哎呀，这个我们也可以去玩一玩。这个东西脸都在抖，感觉。爽！哎，你给个方向，船长。中啊！哇哦！哎呦！是呀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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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！乐成故意右转，右转。故意的右转，因为右转离心就到这里。好开心啊，他们。你看，又右转，又右转。爽！满身的草。我感觉我嘴巴里有很多草。你看我一眼呢。啊，照镜子。你就带着。这里，就这颅顶很塌，你看。颅顶很塌。塌成什么样了？哎，还好，真的还好。你别动。低一点。真把我当镜子。那边。怎么还抿嘴呢？心动啊！这样呢 ？OK。哎呀，坐好。哎呀，其实我特别喜欢他们的相处模式，我觉得是舒适的。也算是聊开了。其实人在草原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很辽阔，好像什么事儿都很小。对。来吧，我们也看看千岛湖的那边，大家正在做些什么事情嘞？